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。说到阿尔卑斯山脉，很多朋友可能想到的就是少女峰、马特洪峰、勃朗峰这些法国和瑞士的最有名的山峰。其实，阿尔卑斯山横跨德国、瑞士、法国、奥地利、意大利等等，到处都是好山好水。今天咱们就去看看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的一支绝美的多洛米蒂山地区。多洛米蒂在意大利东北，离奥地利不远。和瑞士、法国的雪峰背景的高山草场风景不大一样，这里也有漂亮的草场，但山主要是白云石的山峰，感觉更粗犷霸气一些。这里夏天可以徒步赏景，冬天可以滑雪，就是一大片的户外活动的天堂。多洛米蒂这一片地方很大，好玩的也很多，大致可以分成东西两大块来玩。一块是以西边的小镇奥蒂塞伊为中心，另一块以东边的科尔蒂纳丹佩佐为据点。西边这一块有非常有名的富内斯山谷、刀锋山和休斯草原，都是必去的景点。富内斯山谷在小镇奥蒂塞伊北边，是多洛米蒂最童话感的山谷。喜欢静静的山水风光的淡人朋友应该会很爱。这条山谷其实不大，相比其他地方算是幽静，人不多，绿色的草甸被群山包围，还有童话里的小教堂。这里最漂亮的风景在圣马达莱纳村附近，有两个很上相的教堂是网红打卡点，一个是村子北面的圣马达莱纳教堂，另一个是村南的圣约翰教堂。其实这两个教堂本身没啥看头，但是远远望去，四周巨齿山峰为背景，绿茵茵的草场上，一个精致可爱的教堂就是一张明信片。这里有两个最佳拍照点，大家可以记一下。喜欢富内斯山谷这种田园山水的同学，还可以在圣马达莱纳村住一晚上，感受一下清晨和黄昏的梦幻风景。奥蒂塞伊镇子南边是休斯草原，休斯草原方圆50平方公里，是欧洲最大的一片高山草甸。这里成片的绿油油的草甸上点缀着五彩的小木屋，野花遍地，牛群悠悠，也是个多洛米蒂经典的明信片景色。从奥蒂塞伊镇坐5分钟的缆车就上到草原上了。玩休斯草原的好处就是不用很累，因为在缆车站附近风景就很好了。如果想看更好的风景，可以走到那两个酒店附近，看休斯高原东南的长石山最棒。然后想再走走的话，这里的步道也很多很好，慢慢走走，一路欣赏绝美高原牧场风光。走累了，草原上有很多传统小木屋，可以吃点喝点，奶酪、熏肉、奥地利风味的皇帝煎饼，配上无敌山景，绝了。如果还没看够风景，可以考虑去休斯草原西面的那个康帕奇小镇，从那里开始的徒步路线，可以好好看看草原西南方向的施莱恩峰。在奥蒂塞伊镇子东北方向，还有一个必打卡景点刀锋山。这座山的山顶比较独特，朝西北的一面是悬崖，朝东南方向是一个很平整的草甸，所以从侧面看山脊就像刀锋一样锐利，很震撼。其实刀锋山和从富内斯山谷往南望看见的是同一座山，都是奥德勒山组，就是角度不同。上刀锋山，大家可以从奥蒂塞伊镇上坐缆车，15分钟就上去了。从缆车站一出来，就有很不错的风景看。不过到最经典的取景点，还要再往前走个20分钟左右。打卡完毕之后，可以原路回来，或者想再逛逛的话，也可以顺着大草甸下坡走一走。一路听着牛铃，看着风景，1个小时左右会走到另一个缆车站，然后坐这个缆车下到加尔代纳山谷的另一个小镇圣克里斯蒂娜，从那里坐公车回奥蒂塞伊。看完了西边这一堆景点，咱们移步到东边的科尔蒂纳镇。这个小镇子比奥蒂塞伊热闹高端一点，因为1956年举办过冬奥会，2026年冬奥会也是这里和米兰合办。这附近的打卡景点有三峰山、密苏里纳湖、五塔山和拉加佐伊山等等。三峰山是来玩多洛米蒂的同学们肯定都会去的招牌景点。3座白云岩的山峰并排耸立，分别是小峰、大峰和西峰。大峰最高，海拔2999米。从科尔蒂纳镇出发，开车往东北到三峰山的停车场45分钟左右。这个停车场就在一个酒店旁边，在三峰山的南边，旺季的时候停车位要早早预定。玩三峰山很简单，
就是绕着三峰山转一圈看风景。从停车场开始，徒步大概1个半小时到山北面的山屋观景点，然后再走2个小时左右回来。不过加上拍照、吃东西、休息，至少计划4、5个小时吧。一路上的风景非常好，步道难度也不是很大，一般大家都是逆时针转，光线比较好。一路上有几个木头山舍，可以吃点喝点，休息一下。其中那个洛卡泰利山屋是打卡三峰最经典的位置。附近的2个小湖也很可爱。这个山屋旁边还有个小山，上面有很多当年第1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对阵时依山而建的隧道和猫耳洞。喜欢历史和军事的同学可以爬上去感受一下。从上面看三峰也是别有一番景象。从三峰山回科尔蒂纳的路上，可以顺便看看密苏里纳湖和安托尔诺湖。2个湖都是很漂亮的高山湖，就在路边上。密苏里纳湖大一些，也商业化一些。安托尔诺湖很小很安静，走一圈半个小时就搞定。五塔山在科尔蒂纳西南方向15公里的地方，也是个多洛米蒂地标。五塔山也很好认，5座白云岩的大石头，高低错落，造型很独特。最大最胖的那个大塔最抓人眼球，也是攀岩爱好者最喜欢爬的一个。这里上山是有缆车的，从缆车站下来就能看到最好的风景，和三峰山要走大半天的体验完全不同。五塔山上有个露天的战争博物馆，保存着一战时期的战壕、工事和炮台，比三峰山上看到的要多很多。如果有时间，山顶也有步道，可以四处走走看看周围的群山风景。五塔山南边有个加乌山口，是多洛米蒂山区最经典的山口，非常上相，一定要去看看。这个山口有360度全景，四周环绕着的是努沃拉乌山群和五塔山的奇峰峭壁。往东南远远望去，还能看到多洛米蒂最高峰马尔莫拉达峰。五塔山北面不远有另外一座山，叫拉加佐伊山，主打一个360度俯瞰多洛米蒂群山的山顶。山顶的拉加佐伊山舍可以住宿、吃饭、喝酒。旁边一个大露台全景很有名，据说是多洛米蒂拍日出日落最牛的地方。很多朋友专程来这里住一晚上，就为了拍照。这里还有个拉加佐伊隧道，一条蜿蜒1公里的第1次世界大战时候的军用隧道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钻一下，体验当年一战士兵的感觉。拉加佐伊山也是可以缆车上去的，所以可以和五塔山一天搞定。西边的奥蒂塞伊和东边的科尔蒂纳中间有一大片山，叫塞拉山群。这片山像是一个巨大的高原城堡，四面都是峭壁，非常壮观。塞拉山群有4大山口，开车路过的时候可以停一下，是欣赏塞拉山群和周围群山的好地方。北面的加迪纳山口景色不错，可以遥望长石山。西面的塞拉山口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长石山著名的牙齿山峰。南边的波尔多伊山口是4大山口中海拔最高的，2239米，有缆车直达旁边的波尔多伊峰，峰顶2950米，被称为多洛米蒂的露台，风景很好。东边的坎帕隆戈山口地势最低，景色相对一般，特地去看的人不多。绕着塞拉山群一圈有个塞拉环线，40几公里，冬天可以滑雪，夏天可以骑车，是个世界著名的风景环线。如果在多洛米蒂时间比较多，还可以去看看布拉耶斯湖、卡雷扎湖和多洛米蒂最高峰马尔莫拉达峰。这些景点其实也非常好，就是离得稍微远一点。马尔莫拉达峰在奥蒂塞伊镇南边，开车1个多小时的地方，海拔3343米，号称多洛米蒂皇后。这座山原来是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边界，2战之后意大利边界北扩，占了奥地利的地盘。山上的马尔莫拉达冰川是多洛米蒂地区唯一的大冰川。玩马尔莫拉达峰，可以从恰佩拉牧场小镇坐3段缆车到山顶，上面360度的山景，可以看到整个多洛米蒂。山上还有个一战博物馆，可以体验一下当年意大利和奥地利士兵们在高山互殴的场景。布拉耶斯湖是个网红湖，从科尔蒂纳往北1个半小时车程，非常漂亮的高山湖，号称多洛米蒂明珠，可以在这里散散步、划划船、慢生活一下。还有一个卡雷扎湖，是一个非常迷你的小湖，很可爱，也很漂亮。不过这个湖离其他景点都比较远，
如果是开车路过，可以顺便玩一下。去多洛米蒂，要么是夏天6月到9月看景爬山徒步，要么是冬天12月到3月去滑雪，其他时间很多设施都不开。行程上最少安排个4、5天，如果慢慢玩，多走几个步道2个星期都可以，就看你什么时候审美疲劳了。去多洛米蒂，大家一般是飞到米兰或者威尼斯，甚至慕尼黑，然后租车开进山。小一点的因斯布鲁克或者维罗纳也可以，因为是山区，最方便的还是自驾游。虽说公交巴士也有，就是比较慢，效率低。美食和住宿的话，在奥蒂塞伊和科尔蒂纳2个小镇都有不少好的餐馆和酒店民宿。另外，富内斯山谷和好些其他小众一些的镇子也可以考虑。还可以试试那些山屋，条件简单一些，但是都在好风景里，和住酒店不一样的体验。就是这些都要早点预定，这里是旅游热点区。好了，风景如画的多洛米蒂今天就说到这里了，您是不是今天就想去了呢？多谢大家观看，喜欢的话请点赞、订阅、评论、转发。